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口感超级酥松的黄油曲奇，同时分享给大家让曲奇花纹保持清晰不消失的秘诀。在制作之前，我们要提前预热烤箱到165摄氏度。曲奇花纹不消失的秘诀之一就是烤箱要充分预热。无盐黄油切成均匀的小块，可以室温软化，也可以用微波炉5秒5秒的加热。如果室温寒冷又没有微波炉，可以用吹头发的电吹风来软化黄油。将黄油软化到能够用手轻易按下去，没有任何阻力，但是周围没有化成液态的程度。曲奇花纹不消失的秘诀之2就是黄油软化的程度要适当。如果黄油太硬，曲奇会非常难挤，但是如果软化太过头，花纹容易不清晰。用电动打蛋器将黄油低速搅打至顺滑，然后加入细砂糖，还有一点点盐，盐可以增加风味，突出甜味。先用低速将糖与黄油融合，避免糖飞溅，然后再换中高速打发黄油，打到像这样黄油颜色发白，呈现羽毛状。黄油不要过度打发，否则也容易让曲奇花纹在烘烤的过程中消失。加入蛋黄，搅打至蛋黄全部被吸收。曲奇加蛋黄口感最酥松，加蛋清口感最有韧性，而全蛋液口感介于中间。蛋黄因为油脂含量高，比较容易与黄油混匀，不容易出现水油分离的情况，所以我们一次性加入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黄油的质地是非常均匀的。筛入低筋面粉，还有杏仁粉，也叫扁桃仁粉，就是我们以前说的美国大杏仁磨成的粉。加入杏仁粉可以增加一些果仁香，如果没有，也可以拿等量的低筋面粉来代替，完全没有问题。用刮刀像这样压拌，让粉类被黄油慢慢吸收进去，拌至均匀，看不见干粉就可以了。曲奇花纹不消失的秘诀之4就是选择合适的裱花嘴儿。我们最好选择这种大口径的，锯齿比较深的。大口径的挤曲奇更容易，锯齿深的话花纹就更清晰。我这有2个不同的裱花袋，最好选这种材质厚的结实的，不要选这种薄的，不然挤的时候非常容易爆开。裱花袋前面剪个小口，把裱花嘴儿放进去，注意不要挡到裱花嘴儿的锯齿。可以把它套在一个杯子上，方便我们装面糊。面糊一次不要装太多，尽量控制在裱花袋一半以下的位置，这样比较好挤，装得多会挤不动的。烤盘垫烘焙纸或者硅胶垫，如果用烘焙纸的话，可以把纸折出4厘米宽的折痕作为参考，再用一点面糊固定在烤盘上。用这个硅胶垫是因为上面有这个马卡龙的圈圈，直径也是4厘米，拿它作为参考，这样每个曲奇的大小都基本一致。挤的时候裱花嘴要与烤盘有一点距离，让面糊自由落下。如果你贴得太近，就容易不自主的去拉面糊，导致挤出来的粗细不均匀。我们挤的比这个圆圈稍微大一圈就可以了。这个食谱大概可以做14到16个曲奇。如果室温比较低，面糊又变硬了，可以拿吹风机再把面糊吹一吹。把烤盘放到预热好的烤箱中上层，烤20分钟左右。放在中上层可以离底火远一些，避免底部烤糊。我们制作的第1步就是预热烤箱，就是要让烤箱有充分的时间来预热。曲奇进烤箱之后要马上定型才不会化掉。如果烤箱预热时间不够，温度偏低，那么曲奇中的黄油就会在曲奇定型之前就化掉了，那么曲奇就会摊成一坨饼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烤箱温度到达165度之后再放入曲奇。如果烤箱发热不均匀，可以在中间调换一下烤盘的方向。最后几分钟一定要在烤箱旁边盯着，当看到曲奇边缘稍微上色了，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了。千万不要把曲奇扔进烤箱就不管它了。刚出炉的曲奇非常脆弱，一碰就会碎，先不要去动它。等稍微凉一些，不烫手了，再把它转移到烤架上彻底晾凉。
曲奇彻底冷却之后才会酥脆。曲奇的制作过程非常简单，其实只要注意我们提到的一些细节，把控好黄油软化的程度、烤箱温度等等，制作出花纹漂亮、口感酥脆的曲奇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、投币、转发、收藏，同时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哦。我是小点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